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苗栗旅行，晚上住在狮头山劝化堂狮山香客大楼。因为明天一早要爬狮头山，所以就取地利之便，今天晚上来住这里的香客大楼。这算是我第一次旅行住香客大楼，所以蛮特别的，就做个开箱好了。香客大楼的特色就是经济实惠。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房型，双人房是1500元。包括早餐跟晚餐，所以等于平均一个人750元，可以有晚餐跟早餐，当然都是素食。我进来休息一下，待会就出去逛逛，介绍环境，还有逛逛这边的几间百年寺庙。昨天星期六很多人住宿，所以现在还在打扫。这里就是劝化堂的狮山香客大楼，在这边办理 check in。狮山大楼对面就是劝化堂素食餐厅，晚餐、早餐都在这边用餐。素食餐厅旁边就是辅天宫，创立于1915年。辅天宫的斜对面是劝化堂的员工福利社，这边的阶梯上去通往劝化堂。我待会再去造访。我先走往停车场的方向，这里有阶梯步道通往下面的停车场，所以如果是来住宿劝化堂的狮山大楼，必须爬一段楼梯才能抵达。我就走下去停车场看一下，通往停车场的石阶步道会经过所谓的迷洞。以前造访狮头山很多次，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迷洞，算是秘境吧。这边左边通往停车场，那这里就是迷洞，这算是人工迷洞。这迷洞比我想象中的长。这里有一头狮子的塑像，下面就是停车场了。所以住宿在狮山香客大楼，车子要停这边，然后经由这边的石阶步道，通往香客大楼。我就从这边走车道出去。这一栋就是我们住宿的狮山香客大楼。住宿的旅客，车子就从这边开进来。这条马路我以前没有走过，因为以前来狮头山，车子都要停在下方的大停车场那里。这边是住宿的旅客才能开车上来。这里又有一座人工山洞，下面那里就是一般游客的停车场。来到这里就是我熟悉的地方了。一般游客就是从这边的步道上山。那我刚刚车子就是从这个住宿客专用的车道进来。那这边的步道就是爬向辅天宫、劝化堂。这边两侧的步道设有转经轮。苗栗狮头山的每一间寺庙都有山门，而其中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前面的紫阳门，已经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紫阳门是辅天宫的山门，建于日本时代大正5年（1916年）。进入紫阳门，前面就是我们今天住宿的劝化堂狮山大楼。我走回到辅天宫了，大正时代兴建的寺庙，除了保留传统的龙柱，也有当时流行的西洋柱式。员工福利社这里营业到晚上6点半。
我现在从这边的阶梯爬往劝化堂。我今天有机会在狮头山拍夕阳，不过今天云层蛮厚的。这是清虚门，劝化堂的山门。这是劝化堂，兴建于1900年，明治33年。庙前有不错的展望。那边是舍利洞西王金墓，然后再过去是开善寺。我今天会走到开善寺、劝化堂。我现在继续走往舍利洞。走到这里就进入狮山古道了。这是长条状的石材铺设的道德门。这里有一棵9丁龙老树。这是狮山古道往望月亭。这是我明天早上的行程。这是开善门，往舍利洞、开善寺。舍利洞，这间寺庙反映了狮头山寺庙的特色，就是大部分利用天然的岩壁开凿山洞，所以寺庙是一半镶进岩壁里面。舍利洞西王金墓。这间庙兴建于日本时代大正12年，1923年。庙前的广场可以回望劝化堂、辅天宫、狮山大楼。我继续走往开善寺，往开善寺100公尺。这里又有一座山门，这是净土门，中华民国43年秋，张家题。这里有特别介绍，净土门为张家活佛，于民国42年与蒋介石总统、何应钦将军、杨胜将军、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等历山访游时所题。从这个导览解说就可以明白，当年的狮头山是非常的有名。我记得民国50几年，我还是非常小的时候，就听过狮头山的大名。继续前行，我抵达开善寺。开善寺兴建于日本时代昭和2年，1927年，也是开凿巨大圆壁兴建的寺庙。特色是大殿有12根罗马塔斯干式圆柱，而柱头有果蔬图案装饰。从开善寺这边继续前行。这边有步道可以绕一圈，接回狮山古道。在这深秋傍晚凉爽的时分，散步来到开善寺，让我有一种非常心情平和的感觉。很想多待久一点，不过现在已经快要5点钟了。劝化堂的素食餐厅5点半开火，所以我要往回走了。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，
劝化堂的建筑显得更为典雅。我中年时登苗栗石头山，路过此地时，当时心里曾想过，或许有一天来爬石头山的时候，希望能够在这边住一晚，从容的悠游这边的百年古寺。今天算是一场夙愿了。我回到福天宫了，前面是狮山大楼、劝化堂的香客大楼。我现在就在福天宫前面的广场这边看夕阳。我今天算是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的在石头山看夕阳，看到多晚都没关系。有戒有定，也谈正念正知，无量的慈心充满世界的上方。我现在准备进餐厅用餐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领餐，然后在户外这边棚子下，哇，在晚风中吃晚餐。这是我们的晚餐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